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这个钱不可能到那个王八蛋的手里，你们一定要给我做尸检报告。警局里，一女子大吵大闹，坚信父亲是杀人凶手。她父亲一直劝诫着女子不要激动，拿着保险金想要跟女子继续好好生活。一定是你都预谋好久了。父亲对于女子来说如同敌人一般，让她不想靠近。她不断喊打着父亲，因为只有她知道，这个混蛋对自己的母亲预谋很久了。默默，妈妈打算跟你陈述叔叔结婚了，你以后可要叫他爸爸。刘默看着面前母亲王瑞瑞向自己开心而又激动地宣布这个事情，只感觉一阵无语。陈述比刘默大了不到10岁，是一名沙滩救生员，除了身材和脸蛋好看之外，也就会点调情的手段。在刘默看来，他只是个流氓混混罢了。刘默的母亲王岐山是一个富家女，从小被娇生惯养，自由狂放，尤其喜欢做一些危险运动。而刘默的亲生父亲正是受不了王岐山如此轻视自己的生命，也受够了没日没夜的操心，便跟他提出了离婚。在那之后，王岐山就如同年轻的小女生一样，到处找年轻帅气的男生谈恋爱。但是这是第一次跟刘默说想要结婚，你喜欢就好，想结就结。或许这个男人真的跟别的男人不一样。在刘默看来，王岐山算是玩弄情场的老手了，在这段感情里不能吃什么亏，母亲开心就够了。陈述理论上算一个好男人，每天亲自下厨，做一堆好吃的，也经常买一些花和礼物送给王岐山和刘默母女俩，也经常陪王岐山做一些跳伞和潜水的极限运动。但是刘默总觉得这个男人有问题，毕竟突如其来的幸福背后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阴谋，但却没有任何证据。所以刘默一直装着乖巧的女儿的模样，但一直留着一些心眼，时刻观察着陈述的一举一动。果然，那天他发现了这个男人不对劲。爸，我想吃经常吃的那家蛋糕了。刘默冲着书房里的陈述说道。陈述最近突然忙了起来，天天都会跟人偷偷地打电话，咨询什么问题。1周前，陈述突然带回来一堆像是文件的纸，躲躲藏藏的，回来就躲进了书房里。刘默总觉得不对劲，只是装作什么也没看见。今天终于找到了机会，好，爸马上给你去买。最近学习很累吧？赶紧去好好休息。果然，陈述在电脑桌前慌乱地藏起了什么东西，有些僵硬地推刘默出书房门，匆匆出门了。确认陈述走远了，刘默便走进了书房，不一会便翻到了陈述躲藏的一堆文件。这是一堆保险单，保险对象是母亲，担保人居然是陈述。他这不是想要害死母亲吗？妈，你看这些，他肯定是要害死你呀！晚餐的时候，刘默气愤地把保险单拍到桌子上。这个男人果然有问题，他终于找到了陈述的狐狸尾巴。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你爸肯定是为了我的安全买的，他对咱俩多好你也不是不知道。没想到王岐山居然一脸毫不在乎，吃着陈述做的爱心晚餐，只是把这个当作陈述对他爱的表示。对呀对呀，你这小孩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陈述听到王岐山说的话之后，尴尬的表情瞬间缓解，望着刘默说道。但刘默清楚地感觉到陈述眼中对自己的愤怒。在那之后，陈述确实没再偷偷摸摸地做些什么，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依旧对母女俩百般示好。刘默也跟母亲谈过很多次，
但是王岐山就是确信陈树是个好男人，不会起歪心思，所以刘默只能闭口不谈，只能默默观察着这个给家里带来所谓幸福的男人。老婆，等你过生日，咱们就去巴厘岛潜水吧，我机票已经买好了。陈树开心地向王岐山甩着手中的机票，这让王岐山激动地尖叫起来。两个人当着刘默的面抱在了一起。我的呢？刘默皱紧眉头。这个男人似乎在被发现保险单之后就一直避着刘默，但刘默总是不放心自己的母亲，经常不让他们俩单独相处。我们俩都多久没单独约会了？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，等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王岐山说，搂着陈树的胳膊，露出小孩子般的笑容。母亲因为最近处理公司的事情变得很忙，不仅好久没笑了，而且经常变得有些迟钝，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或者忘了自己的东西放在了哪里。刘默心疼母亲，看着她露出的久违的笑容，便也不忍心毁了她的兴致，由她去了。妈，万事小心，随时跟我报备。刘默一边帮着兴高采烈的母亲收拾行李，一边一遍又一遍嘱咐着王岐山。哎呀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别总唠叨了。王岐山摸了摸刘默，冲他露出甜甜的微笑，但刘默没想到，这竟是母亲最后一次冲他笑。母亲去了巴厘岛之后，突然像换了个人一样，虽然每天都给刘默发消息报备平安，但刘默能感觉到母亲的语气像是换了个人一样，这让他越来越心慌。他总感觉有些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喂，你是王岐山的女儿吗？你的母亲去世了，需要你来确认一下。警察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似乎有一颗炸雷在刘默的脑袋中炸开。他没想到，离别前还生动温暖的母亲，如今竟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刘默看着面前的警察，浑身颤抖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因为我。珊珊是为了救我才死的，我当时腿抽筋了，她是为了救我才……没等警察回答，陈树竟先开始哭上了。你们做尸检了吗？刘默看着面前的男人，感觉一定不对。这个男人是救生员，母亲也无比熟悉水性，怎么可能说死就死了？好了，默默，你母亲都去世了，我们给她留个全尸吧。保险的钱下来了，有3000多万呢，我给你分点，咱们的日子还得过呀。陈树似乎像个长辈一样，苦口婆心地劝着刘默，手已经抚上了刘默的腰。这个男人居然还打上了自己的主意，想着母亲临走之前变得迟钝的样子，刘默越想越不对劲，一定是陈树给母亲下了什么药，不可能，王八蛋！这个钱绝对到不了你的手里，警察一定要做尸检！刘默愤怒地推开陈树，冲着警察大喊。尸检报告下来的那一刻，陈树就被警察带走了。刘默的猜忌完全是对的，原来陈树一直在王岐山的饭里加了一些慢性药。最开始这些药只会让人记忆力下降，但是长期服用的话会让人四肢变得僵硬，甚至动都动不了。而刘默逃过一劫，完全是因为陈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。陈树的小算盘打了很久了，杀掉王岐山，拥有刘默，最后继承他们家的公司，简直是无比荒唐的美梦。陈树因故意杀人，判处死刑。随着法官冰冷的声音响起，陈树竟失声痛哭。刘默冷漠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愤怒如同岩浆一般翻江倒海，刺痛着自己的内心。就是因为他这么好的演技，母亲才会上当，自己才会松懈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刘默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都说人心不足蛇吞象，
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毁坏别人的人生的人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在陈树被带走的那一刻，刘默的世界仿佛崩塌了。他失去了母亲，也失去了对人性的信任。他知道他必须坚强，为了母亲，也为了自己。他决定要找出真相，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正义不会缺席。刘默开始深入调查陈树的过去，他想要了解这个男人的全部。他发现陈树的背景并不像他所描述的那么简单。他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前妻在离婚后不久便意外去世，留下了一笔不小的保险金。刘默的心中升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，他开始怀疑这是否是陈树的惯用手段。他联系了一位私家侦探，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证据。私家侦探通过一系列的调查，发现陈树的前妻去世前也出现了类似王岐山的症状，记忆力下降，行动迟缓。这一切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：陈树是一个冷血的杀手。他利用自己的救生员身份，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的谋杀。刘默将这些证据提交给了警方，他希望能够帮助其他可能成为陈树目标的人。警方对这些证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，最终确认了陈树的罪行。他们开始全国范围内的通缉，是要将这个恶魔绳之以法。在陈树被捕的那天，刘默来到了母亲的墓前，他告诉母亲，他已经找到了真相，他会让陈树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他流着泪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恨陈树，但同时也感激他，因为他让他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。刘默决定用母亲留下的保险金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专门帮助那些遭受家庭暴力和欺诈的受害者。他想要用自己的经历去警示世人，去保护那些无辜的人。基金会的成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许多人都被刘默的坚强和善良所感动。他开始接受各种采访，用自己的故事去激励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。他告诉他们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只要我们有勇气去面对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出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刘默的基金会越来越壮大，帮助了越来越多的人。他的名字也成为了正义和勇气的象征。他知道，他的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。然而，刘默的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他没有能够保护好母亲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都会想起母亲的笑容，想起他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。他发誓，他要用余生去弥补这个遗憾，去守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刘默的故事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，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，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就一定能够改变世界。多年后，刘默站在基金会的大楼前，看着那些因为他的帮助而重拾希望的人们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满足和自豪。他知道，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使命，他会继续走下去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